嗨，大家好，我是 Akira，欢迎收看 ACIS Motor Talk。这一次我们要跟大家来聊聊训车的秘密。那训车呢，其实从以前到现在，很多人都有疑惑。那他们讲到底要怎么训车才对啊？就有很多网络上有很多种方法嘛。那也有听说过不用训车的，到底这个东西是怎么样呢？今天这一集我们就会详细的跟大家讲训车它到底在做什么事情，以及是什么样的状况。那我们到底要怎么样去训，它会弄会比较好这样子。今天我们就来开始咯。所以训车简单的讲，为什么要训车？是因为当机械引擎在组装的时候，他们虽然说那个公差道做得很漂亮，但是其实很多时候会有磨合。因为一开始你在做到怎么精啊，他们装上去在做动运转的时候，尤其是气缸，它都会有，因为其他部分他们都有培林啊、有瓦片啊等等去做润滑嘛。但是气缸呢是唯一一直那个活塞环跟缸壁是一直直接在那边磨的。所以其实真正来讲，训车真正要训的是什么？其实就是气缸缸壁，让它把它那个磨到两边都契合起来的时候，它的气密就会 OK， 就会稳。所以有些时候新车进来的时候，你会发现，怎么油耗好像不漂亮？但是训完一段时间稳定下来，油耗就变漂亮了，就是这个原因。因为一开始他们还没完全训好的时候啊，它可能会有些漏啊，会有些什么东西这样子。所以训车这件事情是非常的重要的哦，它主要就是训气缸壁这样子。但是也有人曾经讲过说，不对啊，那个原厂他们不是在组装的时候早就会帮你试车，他试车早就试完啦。其实这个算对也算错了。那为什么这样子讲？对，没错。他们在组装完成的时候都会发动引擎，因为一定要确定它能够发动啊，然后也会打档啊，也会刹车啊，确定这所有的东西都做动正常嘛。但是各位关键来咯，他们每台车的流水线这样子跑，他总不可能每台弄好都去那个赛车场跟你哇哇哇绕个10圈吧，绕个10圈OK 再组起来再卖你。我跟你说，他只要做这件事情，他绝对被大家骂死，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当他这样下去跑上来，各位，你们有没有看过那种新车的碟盘？这旧车的碟盘是不是它就磨到那个圈圈的那个沟嘛？但是新车时它的沟它的纹路就是辐射状的，就没有什么磨到。对，就是因为他们只有简单的测试，他不可能整台下去跟你做磨合。他要做磨合，你看到那个是碟盘的时候，你一定会骂他说：“哦，这绝对不是新车。”这样，所以各位请不要怀疑，对新车它一定会发动引擎，一定会做一些基础的 run in， 但是它的 run in 不是那边转整个小时，它基本上只要转发动了，然后有没有异音，然后运作有没有问题，然后呢点火啊有没有正常，喷油有没有正常，只要这些东西电脑全部正常，它就熄火了，懂了吗？所以人家每次讲车厂的试车是这个定义，因为他不可能跟你试完之后再把碟盘刹车皮全部再换新的一个再给你，对厂商来讲那是不可能的。所以知道了没？其实这车子在出厂的时候，对啊，当然一定会测试啊，但是他们也会发动啊，但是他们真的只是发动那一下下而已。所以他也不可能说发动完我还跟你机油全部再换一遍再给你。所以刚开始发动的应该讲他们在测试过程中那个机油里面蛮多铁屑的。对，机油里面是很多铁屑的哦。所以在这个时候他们有基础的运作，但是也没有算真正的 run in。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拿到车子的时候需要训车，知道了吧？所以训车是不是必要的？答案是绝对必要的，一定必要的，因为原厂不会帮你做到那么多，它只是基础的发动而已。但是剩下的那1000公里啊，你要让整个活塞跟气缸壁做到整个完整的磨合，那一部分是在你的身上，不是在原厂的身上。对，原厂不会做这件事情，知道了吧？那训车，我这么说，训车也有很多种，那很多时候人家会有一种做法是非常不好的训车方法，这里跟大家说，就是我想要一天训完。有没有看过很多那种啊，就是训车好烦哦，我都不能拉转那种，那我干脆我现在立刻24耐冲回来，然后就结束了。对不对？很多人都很希望快点只用最快的方式把车训完。其实这样子讲，这个是错误的，他不该这么做。请听我娓娓道来。其实训车，对，我们前面是讲要训气缸，但是真正训车还有一个关键，真正的训车是训人，不是车。为什么？因为其实
我们都讲过，从安驾的时候我就讲过，人车环境这三件事情嘛，对不对？那身体是你的，你一定是最熟悉的。但是关键来咯，当你今天买一台新车，你对这台车的经验值是多少？零，不要怀疑，就是零。不要跟我说你骑了10年车、20年车、30年车，今天这台新车到你手上，它就是零。你有30年经验，但它是零。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可能会用旧有的观念，觉得哦，旧有的刹车很好啊，那我今天这个就用旧有的刹车。通常啦，在慢慢骑，在正常时候都没事情啦。那通常是发生事情都是什么紧急时刻，就是突然有车冲出来，突然有人回转这一类。所以在关键点就是其实我们是要跟这个车做磨合的。我们在训车期间呢，我们会去感受车辆的加速啊、减速啊。那虽然说不能拉高转，但没差。其实我讲真，现在的大排量的车子，其实你很低的转速速度就爆高了。那转速大概4000多转，时速就100多这样。那你说你要拉什么转？不用拉。所以其实呢，现在大排量的车子啊，你不用刻意的训，因为你骑乘转速就不会超过啦。那你只要在骑车的过程中，然后你也可以同时感受这台车的转向。对，它的灵活度怎么样，它的过弯怎么样，它的换位怎么样，然后它是这个骑乘三角，你在刹车的时候怎么样。所以其实我讲真，在训车的时候呢，我们一开始拿到车，其实除了训车以外，我会做很多这个动作，例如像稍微油门开一下 vroom vroom， 感受那个它的加速跟车身动态，然后刹车点，让找没有人的地方稍微刹多一点，去感受它，然后在骑乘的时候去过弯换位等等这种东西呢，你需要跟它磨合。所以我们会讲训车，你24耐立刻训完，那当然是最好的但其实你训完，你会有一种误会哦，你会觉得说，哦，好像我很厉害，我已经掌握这台车了。但是往往这时候是最容易出车祸的，因为最恐怖的时候不是你完全不懂车，或是你很懂车，最怕就是你一懂半懂，然后你觉得你很懂，那个时候是最危险的时候。所以都要记得一件事情，训车除了训气缸以外，我们也是要训人。所以请大家千万记得了，不要急着瞬间把车训完，真的不要急，尤其是买大排量的啊，你买150那就算了。那今天我相信很多人买大型重机然后买个390啊，买690，买1290，那这么大排量的车，你根本转速也不用拉，你车子就可以骑得很顺了。所以基本上你在训车的过程中，你也可以不用太急，因为它的转速都一般道路用绰绰有余。我说真的绰绰有余啊！我骑那个应该讲300多400多的车 CC 的车啊，基本上我在路上转速通常啊都很少超过4000转。4000转几乎都是那种我已经达到6档了，然后在快速道路慢慢继续上去才会破4000转。通常我换挡的转速都蛮低的，所以其实在这种情况下，我讲难听，不要讲训车，有时候连热车的转速都在操控内。所以我之前也有跟人家讲过，其实我个人是没有什么热车的。那并不是说就直接就这样拉转走，而是我骑乘的在公路上的时候，我的转速大概都在3000转就换挡了，然后大概到要接近4000我就静下来档了，都不超过4000的。所以其实对我来说，我在路上骑车就是蛮温柔了啦，这样子讲，对，就那个你操作起来就热车没问题，反正我就直接慢慢走了。那训车其实讲难听，我说真的只要是公升级的话，就算给我训完的车，我在路上骑的时候，几乎转速也不会爆高，对，通常都不会爆高。所以基本上来说，对我来说，对我来讲，我几乎是没有什么特别差异的这样。所以我的训车方式跟各位会有点不太一样。对，我会有特殊的那个训车方法，那当然这个方法今天就不多说，我就把它放到会员频道。到底可以用什么特殊的方式来完成这个训车呢？这个是我自己传授的秘诀，就是可以很快速的去解决，也不是说很快速啦，是很顺畅的解决这件事。你同时可以了解这台车，但是你也不会觉得很憋，就是完全没办法玩啊，什么这些东西都可以玩的。对，就是这样。好，那当然在除了车辆的训车，我也讲到人跟车也要做整合。所以其实你在训车的期间呢，除了拉高转以外，因为很多人应该讲，因为很多人他们都不懂，他们觉得我摩托车就是要拉高转，你不拉转我要骑什么？
对不对？所以当这种情况就代表他们其实不懂车，因为他们没有上课，没有训练，他不知道在不拉转之前我还可以玩什么东西。其实可以玩非常非常多东西的，我前面都已经念过了嘛，对不对？刹车啊、转向啊、换位啊等等这些东西。所以其实你在签一台新车的时候，你需要花一些时间去跟它磨合。那通常那个磨期是多久呢？大概是2个礼拜左右，2个礼拜到1个月之间。所以其实真正来讲，你的训车大概在2个礼拜到1个月完成那1000公里，算是正常的。对，算是正常的，就是所以其实各位记得关键，训车不用刻意去环岛啊，或是什么想说快点把它训，你就每天骑就对了。对，每天骑，然后就等到时间到1000公里到，然后你这个时候虽然说你没有拉转，但是你对车辆的了解程度，经过了2个礼拜到1个月，就会绝对比1天2天快很多。对，不是，对不起，不该说快很多，应该说肌肉记忆上面会好很多，搞懂了吧？所以其实不是只是指脑袋哦，而是肌肉记忆。因为很多时候你用1天24小时训完的人，你觉得说我车子训好了，我脑袋知道它怎么可以操作，但是就回到刚才前面讲的嘛，当你发生紧急状态的时候，那时候不是看脑袋哦，是看你的肌肉记忆哦。那你肌肉记忆都没有建立起来的话，就会出事情，知道了吧？所以其实训车很多时候也是在训你跟这台车互动，然后呢，发生紧急状况的时候，你的肌肉因为有2个礼拜到1个月之间骑它，你非常熟悉它在刹车会怎么样，它在过弯会怎么样，它在什么时候做什么操作会怎么样，你就能够完全交给你的肌肉去做反射动作，然后把车救起来，知道了吧？所以其实训车的关键，我会说真正来讲不是训气缸，而是训人的原因就是这个样子。那当然啦，就是我这么说，有时候这也是很残酷的地方，因为我们自己也做试车手嘛，试车手我们会帮车厂去做各种车辆的测试啊，那甚至很多时候我们会帮车手解决问题。例如像车手跑不出来，他觉得说就感觉怪怪的，甚至有时候那个车队啊或学生，他讲说那个教练啊，那个车感觉设定有点问题啊，但是解决不了这样，那这时候怎么办呢？我说难听点，现实面，我们试车手最残酷的就是，当人家说这个车有问题的时候，他丢到你手上，你也没骑过它，那他们的设定你也完全不知道，但是他们都要你在1节内完成。就是下赛道1节内把所有的问题抓起来，所以其实对我们来说，我们必须要练就一个技能，就是每次人家讲咯，你跨上任何一台车，你很快就可以做出它的那个单圈秒数，然后在做的同时，你也可以知道这台车有什么问题。各位听到这里，你有没有发现到，其实这个是一个很困难的事情，需要很高超的技巧。对，没错，就是这样。所以我们做那个试车手的人啊，就是常常要很短的时间把车子的状况立刻抓出来。那这种东西，需要很长的时间做训练。对，你要训练到你的那个车子有任何一个抖动不同，你就要知道它发生了什么事。换挡的时候，哒那一下，发生了什么事？这样子，这种东西要训练啊。对，说真的要训练。所以，我这样讲，对我来讲，你说要抓到一台车的那个状态啊，其实它的80%，我们大概在下去的3圈内，我们就要把这台车的80%全部抓下来了。然后第4圈开始，你就要开始做秒数，你就要开始做测试。这样子，这个就是我们身为试车手，所以其实人家每次听觉得这什么 Danny Pedrosa 哇，当试车手好轻松，薪水又高，我说真其实没那么轻松的，因为很多时候他们东西丢过来就这样，你现在立刻告诉我答案，他没有耐心等你慢慢去处理，所以各位知道了吧？其实试车手是很困难的，对，我们必须要拥有这个快速解决的能力，然后同时你不熟的车，你还要跑出秒数，各位你可以想象了吧？对，所以这就是我们自己的一些感慨啦。那反正呢，重点就是今天在讲我们训车的时候，有没有记得我再快速的重复一次，训车最主要训是什么？是气缸的磨合。然后第二件事，这训人跟这台车的熟悉状态。那熟悉状态的时候呢，你在不需要拉转时，你仍然有很多东西可以做，刹车啊、过弯啊、换位啊等等，重心转移啊等等这些东西。然后车辆的离合器感觉怎样，前后的那个油门啊那些等等换挡啊机制，然后座位可以怎么去做等等这些东西。所以在训车时期其实也我说真的，我觉得
训车时期也蛮好玩的啦，对，训车时期也蛮好玩的，就很多时候会这样。然后呢，还有那最后我还要跟大家讲一个东西来做个结束，就是所谓的暴力训车法。各位有听过吧？我相信从很多年前就有讲这个方式，什么暴力训车法然后那时候他出来是这样子讲我记得那篇文章从当初那个东吴基 MBBS 的时候就出现了。他们暴力训车法的定义就是讲，车子其实不需要训那么久，我们下去的时候直接下赛车场，你就一开始拉转。对，就低转速嘛，然后可能就是那个什么他们讲训车就是不要定转速，你要一直动，所以下赛车场最好，就一开始在4000转，汪，然后骑的时候就到5000转，汪，然后慢慢把转速拉高，然后在赛车场就是你随着每一圈慢慢把那个转速慢拉高，到引擎的时候拉到最高的时候，后来回来，然后把机油换下来，然后就训车就结束了。这个就是当初我们在基研看到的暴力训车法，各位。不晓得你们觉得怎么样？请问你觉得怎么样？你觉得如何？思考一下，然后我现在要公布答案咯。暴力训车法到底可不可以用？答案是可用，但是也不可用。为什么？因为暴力训车法它没办法用在市售车上。我以前亲身做过了。我就用暴力训车法来训我的那个2行程的那个车子，就是 Kawasaki 的那个2行程。然后呢，缩缸了。对，不要怀疑，缩缸了。新缸才装上去，不到1000公里，整个缩缸缩掉了，然后重新弄过。就是从那个时候我就开始去想，一直不断的思考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啊？所以这方法是没效的吗？那真的有效吗？直到我骑工厂赛车之后，我知道答案了。因为工厂赛车的那个缸壁啊，它的那个活塞都是那种高强度啊、轻量化的那类，对不对？所以他们那种东西啊，它的磨合度可以非常的快，他们可以快速的完成，然后它的那个气缸那些都很耐，所以他们用这种快速的训完之后，然后就直接下去，这是对的。工厂赛车本来就是这样，我们工厂赛车没有训1000公里咯。工厂赛车其实讲成新车来，你稍微练跑一跑，弄一弄，全部设定完就开始下场比赛了。对，讲真没有在训车的，真的。所以工厂赛车是因为它的引擎条件、它的车辆条件可以做这件事，但是各位请不要忘记哦，你的市售车跟工厂赛车是差很多的哦。它的气缸不会完全使用那种高性能气缸啊，然后它的强度可能比较弱一点，它也比较容易刮伤一点。但是重点就是这种你慢慢磨合之后，它后来的耐用度会很高，所以请千万记得，市售车它的活塞环、活塞缸壁那些东西跟工厂赛车是不一样的，所以大家请千万记得，暴力训车法不能用在市售车上。当然啦，我要这样讲啊，你只要超级有钱啊，你想试就试吧，没有关系吧？对，所以因为每次这样讲下面总会有人留言说不会我怎样暴力训车法，每次都有这种的，对，所以没关系啊，你 OK 你就做嘛。对，你有钱你想实验你就实验嘛。那也有人可能会留言说没有，我都试了好几台车，那我也不知道说什么，你那么厉害，你拍个影片给大家吧。对，所以我还是要提醒各位暴力训车法不能用在市售车，所以在市售车上，请各位还是乖乖的去好好去操作它吧。毕竟你不只是车子啊，你也要去感受它，然后你自己也要练，对自己也要练。所以你要说新车可不可以下赛车场？其实也可以啊，因为讲真，你赛车场不一定要拉高转嘛，对不对？其实赛车场你也可以慢速的去骑啊，当然你不要在比赛前一刻下去骑啦。反正就是一般的市售车，你就是正常的方式下去训，那通常都是1000公里，对，没错，就这样子照着做，然后同时人也跟着训，然后你的车子接下来会比较耐用一点，所以千万记得哦，各位训车不要着急，训车要好好的做，然后你同时车好，你人也好了，对，所以记得你今天买的这台车，你最少都会跟他相处，绝对是1-2年以上吧，对不对？除非你的每台车买来你也没在骑，就放客厅，反而放就收集车那种超有钱收集车那另当别论，你可以不用看这一集了，对。但假如是一般人来讲的话，我们车子最少都会骑一段时间，所以何必急着1天内把它训完呢？慢慢跟他一起走下去，不就是这样子吗？所以其实不只是车，对人也是这样子嘛，对不对？今天你也不可能跟另一半讲，哇，太棒了，走吧，我们的跳过所有流程就直接所以其实人也是要慢慢互动起来，车也是要慢慢互动起来，然后你玩什么运动都是这样子，对，所以各位请不要着急，好好对待你，好好对待你的车辆，你会骑得更开心。
所以今天这个就是跟各位说训车的秘密的关键所在，大家知道怎么样大家知道要怎么样做了吗？那只要喜欢的话，记得帮忙按赞、订阅、分享，然后还有小铃铛。那会员的话，我们会员影片应该已经到这现在为止，应该已经上2集了吧？对，所以有更多的部分我们都会放在会员片跟大家聊聊。那下一次再聊什么主题呢？让我想想。只要各位你们有想知道的，也可以下面留言，搞不好我觉得 OK 的话，我也可以把它变成下次的主题。那假如就算没有很 OK，我也可以。应该讲没有刚好可以适合做，我看到我也可以在下一期的问与答之中回答在这边，那就是这样子咯。谢谢各位的支持，我们今天就这样，拜拜。